今天带大家去一个我朝思暮想了10几年，一直想去的地方——都灵国家汽车博物馆。这汽车博物馆1932年开始构思，1960年建成开放，2002年筹备重建。咱们现在见到的是2011年的最终的版本。它有400多辆车，分上下3层，有15个展厅。它的展陈设计在全世界汽车博物馆里都是数1数2的，而且里面有很多超级牛的大神车。现在咱们就进去看一看。这博物馆一进门有一木头车，跟小孩玩具似的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其实是一个叫勒科布西耶的一个设计师，在1928年的时候为法国巴黎设计城市交通解决方案啊，那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方案，就是连车带飞机什么全有。当时他设计的这个车就是这个样子，他的理念就是说车不是最小的，但是里面空间一定是最大的。咱们见到的这个木的玩意儿呢，是1986年的时候，然后乔治亚罗对他的当年的这套东西非常痴迷，然后乔治亚罗他们用木模的方式把它重现出来了。这个意大利也有用木模设计汽车的传统，就其他国家都用油泥，意大利的很多老车都是拿木模设计的。这是博物馆的大厅。这儿有好多这种陀螺式的东西啊，好多小男孩在上面玩。这儿放了一辆 F1赛车，这是哪个队的？懂的朋友给说说，本田车队的。到楼上，从上到下参观，一上来是这么一玩意儿。1478年，达芬奇当时设计的这个弹簧汽车，就是人坐在上面，应该是通过这些绳子来卷这个绳子的力，然后它这有这种木弹簧，一堆齿轮传动，最后传到车轱辘上。这是最早汽车的雏形啊！我这博物馆倒得够久的啊，一般博物馆都从1886年开始说，这玩意儿从1478年就开始说了。这儿有一辆早期的助力自行车，后边装了一个发动机自行车，也是早期汽车的雏形。1898年啊，这是一个最早的1769年的蒸汽汽车，这个模型在很多地儿都见过，很多汽车博物馆都有。前边一大锅炉，一蒸汽机，然后推着前轮往前跑。这开这玩意儿据说有爆炸的风险。这整个蒸汽时代的汽车大概这么一路子，咱们继续往里走，各种奇形怪状的蒸汽车，看，这还挺奢华的，嘿，哇塞，简直就是移动皇宫嘛！底下俩蒸汽机，太有意思了。我们现在上来了，到达远古汽车展区，这是个1896年的汽车，3.5马力，一个缸，就是基本就是一马车，后面有一个小小的燃油机。这大筒子挺厉害，这是当年跑最快的车。这是啥呢？这是一电动车。这玩意儿1899年的，就有68马力，能跑到105的速度。这悬架也太简单了，就一根弹簧，就感觉它这大筒子应该就是一电池，大哥坐电池上开。然后这小车特有意思，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混合动力的车。这车能用柴火，能用电，能用油，全都能用。你能搞到哪个就用哪个。看这结构。底下还放着柴火，这是一个小燃油机，还有个电机，1891年做的，我这当年也是挺厉害的啊。这些就是比较像汽车的，1892年左右，1894年的这种远古汽车，看着挺暗黑的，是吧？坐着多吓人的这玩意儿。也不知道开起来什么动静，这里面的这些就更像汽车一点了。1899年左右的，1898年的，各种各样的远古汽车。那时候还没有车身的概念啊，这车都是马车轮子，然后配一个马车的沙发和一个大棚子，啊，方向盘还大多是这玩意儿，这个就逐渐有方向盘了，这个就有点汽车样了，是吧？1903年的，带一个小鼻子啊，这个挡泥板还是流线型的，带方向盘。4个真皮座椅，可以。这也是比较有汽车样。1903年的菲亚特16-20 HP， 当时能跑65。我开这玩意儿跑65挺刺激的，前挡玻璃都没有。这得吹成什么样？这有一灯，这灯应该是还得往里放油点的那种。这是换挡机构。这就是最早期的那种老爷车的形象，基本上就初具雏形。我这博物馆远古汽车真不少。1903年的菲亚特，这是个1899年的。哇，这车看起来好豪华，看这大灯，这么大一大灯，大逼扎巴。咱们再看这个1902年的，这车就有前挡玻璃了，嘿，带一大顶吧，还带点流苏，嘿，这一跑起来晃晃悠悠的，皇家气势十足啊。
这个蓝色配同色的这车身也挺漂亮的。比如现在做出这么一配色的车都不赖，是吧？当年的汽车厂里边场景的重现，还是非常简单的这点工具，手搓汽车是吧？在里面搓，你看，这1908年的菲亚特18-24HP 就有点车样了，是吧？这车4.5升那么大排量，当然只有24马力，能跑到7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。大家看这驾驶室，基本上现代车驾驶室的雏形就有了。方向盘，这个油门、刹车，它这会儿车应该是圆的，那是油门，油门在中间，然后刹车在右边，离合器在左边。这是它的换挡机构，这个玩意儿是挡把，它底下这是档位。这应该是手刹，这大的这根全都在车外边。这是喇叭，一捏叭，哎就响了。喇叭在这儿，就是全机械的这东西多有意思。然后灯是那种油灯的，司机得提前给点好了。这车有4个大油灯，我头上这好大呀。这时候已经有了前格栅的概念，看菲亚特的车标，然后整个前格栅就有了。保险杠还不衬，前面大钢板弹簧。直接露着，然后后车舱是密闭式的，就跟当年那豪华马车一样。哇，好讲究！大家看这玻璃还有一个棱儿，这玻璃是有倒角的。贵宾坐里边，当年做这个就是皇亲国戚啊，富可敌国的人才坐得上这个，非常奢华。哎，这个是比较跑车化的，1908年的这个 Roadster， 挺漂亮的啊，搁现在还是有很强的观赏价值的。看一个这些1900几年远古汽车之王啊，这辆车是个伊塔拉，1907年他们曾经开着这车从北京到巴黎，用了60天时间跑了16000公里。你看这车设计的这个前后挡泥板，它陡啊，是一样的，一个往前撅，一个往后撅，就行程比较大，适合越野。有2个巨大的油箱，然后后边乘客坐油箱中间，太刺激了。据说当时开这车的人是他们的王子。然后这辆车也是1932年就被送给了这个博物馆的发起人，然后到1989年重建了一遍，重新修复了一遍，现在是1989年修复之后的样子，完全可以行驶，太厉害了！100多年前就做过16000公里的长途旅行，当时能找着汽油都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儿啊。还有中国的国旗呢，后面意大利带了这么多备胎，哎，这是他们的当年之旅的视频。这么多人推着这个车，整个路线，哇，这么多马车护送着，真是不容易啊！只有王子干得了这事儿，是吧？咱们继续往前逛，这全是1900几年的远古大豪车，很漂亮，很奢华，但是明显带有马车时代的痕迹。大家看这辆黑的这个，就是一大马车嘛，巨高巨大，伊塔拉。35-45HP 7.43升的大排量4缸车，最快能跑70。大家看这车舱里多豪华，这就是当年那个皇宫的奢华马车嘛，直接给装到一个汽车的底盘上面了。哇，这里边太豪华了，就有点黑。现在来到1910年代，看这些车就更有车样了，更不那么像马车了。这雪铁龙的 C35CV 小车，跟小船一样，是吧？车鼻子呀、前翼子板这形态基本上都出来了。这是一大劳斯莱斯，非常豪华。这是40-50HP 1914年的劳斯莱斯，大古董车的感觉就出来了。然后同时这车有前挡玻璃，它还有后挡玻璃。它为了后舱的这个达官贵人们能够不被风吹，它做了3块后挡玻璃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坐在里面能通过玻璃看前面，还不会被风吹。我们往后走啊，这就越来越有样了。这是1931年的，30年的兰奇亚。转眼到了1930几年，这车就比较有样了。看这流线型车身，全封闭式的，跟现在的车就比较像了。1934年，雪铁龙的11A 也是最早的前驱车。雪铁龙当年还是很新潮的，这车里空间巨大，动力总成全在前面。32年的菲亚特508。菲亚特500第1代就长这模样，还有这么大一鬼面罩，是吧？这个这么小的一个车，看当时这车标还挺好看的。这是最早的菲亚特500啊，吉普威利斯，这到
41年了，我们就逐渐熟悉起来了，是吧？不像刚才的车那么远古了。这1948年的这个牌子现在已经不在了啊，202，总体风格跟老的法拉利很像，宾法做的车嘛。那当年的设计图就这么画出来的，在它的背面的墙上。这是宾法的车，宾法的标还在上面，很漂亮啊，好性感啊！今天看起来依然是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当年他们设计车就是拿木头这么一层一层的搭，你能感受到这种天赋啊！就靠这么简陋的手段就能把比例把控的这么好，是吧？这儿还有一菲亚特的赛车，好帅啊！前面跟喷气飞机一样。这涂装也挺帅的，我觉得它这博物馆特厉害之处就是它能展示原始这些图纸，把它放在车的后面，这感觉还挺好的，别处没有。咱看这些图纸，当年就造型工程一块搞。1955年的雪铁龙 DS， 天外来客呀，在这儿轮子没有，全封闭车身之后，简直就是一个飞碟一样，宇宙飞船一样的感觉，是吧？特别先锋，特别帅，哇塞，这太漂亮了！1954年的阿尔法罗密欧朱丽叶塔，这同时展示了他当时汽车设计时用这个木模，他们用木头搭建这个1:1的车身，这个功力是非常强的。现在看起来就是个艺术品，博通做的，自己的 logo， 太美了。我觉得这木模放在一边都是个艺术品。这儿还有一个菲亚特600 Multipla， 这当时的3排座的小家用车，颜色真好看。它摆了一个场景，就在海滩度假的感觉，就是最早的 MPV 吧，这也算是 MPV 鼻祖。1956年，菲亚特600 Multipla， 好漂亮啊，太美了这车。这其实就是个老菲亚特500的一个加大壳版。62年的宝马伊塞塔，这大家就熟了，宝马蛋蛋车。这是60年代的美国车的车头，凯迪拉克的、别克的，这是斯图贝克的啊，这也是凯迪拉克的，特别华丽，巨大无比，是吧？2米多宽，我天，放在这儿是一个大装饰品的感觉。一进来都是美国车，60年代的美国车超级巨大，看这凯迪拉克。哇，奢华！这儿一柜子都是当时凯迪拉克的模型。哎，我觉得车模这么展示可以，是吧？太漂亮了，展示的。这后面还有很多都是讲当时的美国，车都巨大，它还有很多小洞。咱往里看看这里面是啥？哇，这是美国出租车，纽约的街头，美国出租车的场景。换一个，这里面是什么呢？啊，这是美国啊，看这个啊，汽车电影院的场景，这当年美国流行的，太有意思了。咱看这是啥？66号公路上停着一辆 Tucker 1948，这是美国典型的汽车文化符号。8年的 Vespa 400，比亚乔公司出的。跟那个小 Vespa 摩托等于是一套，可爱哈！这么小车还作为3厢的，太逗了，上面还能敞篷。菲亚特 1900B， 1958年的一个菲亚特的轿车，2门4座，这配色真好看。这儿展示的全是上世纪60年代的小车，这大家熟悉吧 ？Mini 是吧？但是车标并不是 Mini， 这咋回事呢？这车是当时在意大利生产的 Mini， 所以挂另外一个车标，它是克拉夫曼，后面还有这个木质车身，等于它是从英国来的啊，冲击意大利小车市场的这么一玩意儿。这是一个1967年的这个牌子的车，我不会读，现在也不在了吧？当时是最低成本的车，也是这种小车，应该是后置发动机风冷。这个大家就熟悉了，菲亚特600。还带小胡子的小老鼠是吧？看后面一红唇，性感红唇。
就是展示这辆车这种性感妖娆的气质。1969年的捷豹 E-Type 敞篷，哇，这修长的车鼻，像不像大腿？太性感了，这车。内饰是这种经典的木质金属方向盘，竖条的真皮座椅，软软的，还白内。哎呀，太漂亮了，是吧？后尾巴也是特别修长，写着 E-Type 4.2。哎呀，这车可太漂亮了，不能再性感了。作为一辆汽车来说，多拍几个镜头吧。540K， 1936年，战前奢华的大奔驰。大家看这鼻子有多长，5.4升，又快又有劲儿，又奢华又漂亮又贵，是吧？这那谁喜欢的车哈？这可爱小车怎么能少得了 2CV 呢？这一辆雪铁龙 2CV， 而且是一个彩绘涂装的，花花绿绿的，好可爱，是吧？后边还同样的帐篷。2CV 当年是一个也是特别低成本的，但是好用的一车，悬架极软，它要保证一个法国农民拉着一篮子鸡蛋，开这车在乡间跑，鸡蛋不会碎。这个有意思啊，这车被剖开了，这展示的是什么呢？当年 Beatles 乐队的大众 T2， 里面红色的座椅，卡着一个照相机，啊，把这整个的里面，后边还有餐具什么的，哎呀，感觉真好，是吧？然后 T2 的发动机是在下面的水平对置的，还有个油桶。哎，这个展示方式有点意思啊！哇，好车来了，法拉利208 GTB。1982年的啊，旁边这是个啥车呢？看着像个老玛莎拉蒂的感觉哈，其实不是，它是这牌子。这牌子怎么回事呢？米兰的品牌，都灵的设计，美国的工程攒在一块儿，做的当年的这个属于时尚跑车，就很像老玛莎拉蒂或者老兰博基尼那 S8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意大利设计的那种车，很漂亮哈。这儿有一辆 NSU， 这玩意儿转子发动机。当时还是挺时髦的东西，德国的。这个后来就并入奥迪了，是奥迪4环中的一环。所以说4舍5入，我们可以说它是这个奥迪 A6 的前身之一吧。NSU RO80， 这大家熟悉吧？特拉板，这是东德当时的国民车，是用玻璃纤维做的，特破。但是当时想买这么一车得等10-20年。有很多关于这车的梗嘛，说怎么能让这个特拉板价格翻倍呢？加满一箱油，是吧？就很多这种笑话来嘲讽这个车，啊，也是当时东德老百姓的这个刚需车。当然，随着东西德合并，这玩意儿也就不复存在了。这是特拉板当时的使用场景，这车冒烟冒特厉害，这车有2冲程的，好像是我记得。啊，柏林墙被推倒之后。这车也就不复存在了啊！这么多库存的特拉板，啊，对，一堆东德人当时开着这个特拉板往西德走，这两边合并了，所以这车是一个东德的代表啊。这车上点岁数的朋友应该认识吧？嘎兹 M20， 苏联的行政轿车。这车还有一个波兰版叫华沙 M20， 老华沙也是这样的，溜背车身。后边这儿没窗户，当然中国有不少这车呢。1973年的法拉利365 GT4 2+2 4座的，70年代这种方方正正的意大利设计，在法拉利这么大体型的车上还是很显气势的，很漂亮。小车就会显得有点屌丝，今天看起来是吧？但法拉利上完全不会。这其实也是法拉利最接近于轿车的一辆车，虽然少俩门，但是它几乎就是一大型轿车。这展厅非常分裂，一头是环保车的美好世界，一头是传统车的被报废之后的阴暗世界，有点意思啊。看这小环保车们的世界多清新美好。城就逛完了，我们正在下楼。我隐约看到了楼下的狠货。先看紫的吧，1994年的 Diablo SE30。刚收了 AA 的模型，哇，这真车气场太强大了，简直太帅了，天外来客的感觉。看这玻璃有多通透，里边蓝色的阿卡的内饰，立起来大挡把，太帅了。
哇 ，Diablo 太迷人了，太帅了！哇塞，这大机舱盖，我得多拍一会儿啊，咱一起多欣赏会儿。这当时的30周年纪念，看，奥拓 art 近期刚出了这模型，我也收了这色儿了，太帅了这东西！哇塞！哦，难以名状。这块玻璃只能开这么点儿，拿个收费票啊。为了一个造型，这玻璃打不开，太美了。再看这边的大蝙蝠啊，这是个 Murcielago LP 670-4 SV 2009年，这也是梦之车呀，好帅呀！太无敌了，就还是这些车能勾起我的欲望，新的这些车都不行。看这后盖有多帅，用玻璃搭起来的这个6边形，在我们家都是车模，这回都变成真的了，真的比车模气场强大太多了。啊，这个展挺有意思，它讲述的是都灵这个汽车之都，这是它的地图。大家看，所有这些带色儿的部分都是曾经的车企。包括这个汽车配件的厂商，看有多密集，就是一个汽车工业之都。然后角落里放着一辆红色的菲亚特500，顶着他们的一个标志性建筑，这也是这个博物馆的一个标志之一。楼下那模型店都卖它的模型，是吧？所以可见都灵这个城市的汽车底蕴是什么样的。这屋讲的是整个汽车机械结构的发展。你看轮子，从这种木头轮子到有金属辐条的轮子，到有轮胎的辐条轮子。一直发展到后来，包括整个汽车的底盘的结构，啊，还有发动机，最早的发动机，一点一点的一个发展历史，很漂亮，这些东西像艺术品一样。当年的发动机这个气门顶杆都是暴露式的，哎，各种各样的发动机。这边大型的发动机，啊，这还有一个整个车身的框架。这是有不同时期的汽车前中网，啊，从最早期的就是水箱本身，到后来变了有装饰性的这种前格栅，这个演变。这还有车的底盘，最早的车很简单啊，就一前发动机传动轴传到后面，然后它后2个轮子靠一横着的钢板弹簧挂着悬架来减震。这讲的是早期的汽车机械结构，这个屋全都是这么多的老发动机，所有汽车博物馆必备的福特 T 型车。啊，这是它生产线的照片，第一次把汽车给量产了。还有雪佛兰科尔维特 C1 的后半期，超帅，双色车身，依然是可爱的小车。这甲壳虫，1952年的老甲壳虫，其实它和30年代也是一样的。就大众的这 Type 1啊，凸出来的车灯，可以打开的车顶，后面的双后挡玻璃，非常古典啊。因为2战嘛，它就没发展，其实跟最早的甲壳虫是一样的。小国民车在这占了很大的比例。1970年的菲亚特500L，哎，这小蓝色真好看呀。还有这个菲亚特850S，这整个菲亚特500。的一个展区，因为这博物馆其实是菲亚特赞助的。这博物馆1930几年就发起了，然后1960年建成的，在菲亚特的赞助下，2011年是重章，就重建了一遍。现在是重建之后的，它这最后车碰撞实验之后的菲亚特500，就整个产业链。这是一个菲亚特熊猫，它被弄成了一个鱼罐头。这车有什么说法吗？懂的朋友可以说说。看这罐头皮剪开之后。里面都是鱼，一个大鱼罐头，有点意思啊。这还有一堆菲亚特历史上的经典赛车，1932年的、1924年的、1934年的菲亚特508S， 可爱是吧？非常可爱，我觉得小车。它这儿还做了一个可以卷的这个风景在动，
这样的话，你站在这儿看这车，就跟跑在这些风景里一样，挺好玩的。看，咱看这屋是啥？这好像是个汽车餐厅的感觉。这个千斤顶是干嘛？打酒用的吗？灶台是个车头，做饭的是个菲亚特车头，洗碗机是个车尾，冰箱也是个车尾，有点意思啊。这个洗手台也是个车门啊，车的一部分。这个加油机是干嘛的？放水果的嘛？看这意思。这还是菲亚特500的车头，这是一个餐桌，全是赛车椅，减震器做的桌子。这是他们的大龙虾啊，好吃的一个汽车主题餐厅的感觉。这儿还有汽车旅店，这床在甲壳虫车里边。赛车展厅，1975年的阿尔法罗密欧33 T12，上面写着这车参加了8场比赛，赢了7场。这儿有一个直线竞速赛车，1965年的。哦，这俩车有点意思，好怪呀，流线型车身。1955年的什么 Nivo 11，这我完全不懂，懂的朋友给说说。这长得还挺好看的这车。这是一个1948年的赛车 TARF， 这什么牌子？分双体车，是说人坐这边，发动机在这边吗？感觉是这意思。这边带着这边跑啊，这真是太狠了。只有都灵国家汽车博物馆才能有这阵容吧？历代的法拉利的 F1 赛车，在一条时光隧道里，太漂亮了。法拉利的阿尔法罗密欧的赛车全都在这儿，具体型号我也说不太清楚，带大家逛一遍吧。太美了，而且都是原品。你看这漆面什么都有的都不是太好了。当年都是参加过比赛的，太厉害了！哦，一定要到现场来感受一下这种氛围，太震撼了！哇，一直到这么老的，祖孙恩代啊！不同年代的一个小展区，这是1930年的阿尔法罗密欧 P2， 这当时的车手的照片，当时的赛车服。1954年的奔驰 W196R 白色赛车服。1980年的法拉利312 T5， 这就比较接近现代的 F1 的感觉了。80年代的车手们，比较新了。2005年的法拉利 F2005。F1 赛车，05年的车手们，这儿还有一个房车大师赛的车，阿尔法罗密欧155 V6 T1，1996年的，马提尼涂装，这我们这代人小时候看赛车经常看到的车。一条时光隧道，每一个小场景里都是汽车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场景。啊，这还有毛主席呢。这是雪铁龙的，这总统车啊，这是雪铁龙 DS 的总统车，这全都是政要们坐各种车的场景。劳斯莱斯，哇塞，咱们看这边是什么？这是高跟鞋和车，这是捷豹和一瓶酒，有各种各样的瞬间。这是龟车赛跑。哦，这是教皇的车，教皇，这是他那个奔驰 ML 的教皇车，这是一辆兰奇亚，哇，这个木模型好漂亮啊，好漂亮，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奢华的庄园里边，有一辆大豪华车，还有一个意大利式的豪华车，1961年的兰奇亚的总统车。怎么看，这风格像奔驰老600加标致融合体，是吧？好通透啊！看这大玻璃，巨高的顶，而且能敞篷，是个布顶，视野巨通透。这大玻璃，哇天！中间也有这个小秘书座，这个座是可以坐工作人员啥的。后边是总统的座位，这应该是可以
检阅游行什么的和打开。当时意大利人印象中的豪华车，总感觉比奔驰和美国车还要小气不少啊，是吧？这个区域应该是整个博物馆里最性感、最美的区域了。一台一台带大家看吧。第一辆，1952年的阿尔法罗密欧 Disco Volante， 圆圆滚滚的车身，它的侧面是一条直线，看，一条直线把车身分成上下两部分，上部分像一个船一样，下面是它的车轮，完全在光的下面。1961年的兰奇亚埃皮亚泽嘎头，我不知道读对不对啊，还是那个年代圆圆的这种车身设计，有点窄，略微有点小气。1963年的玛莎拉蒂奥斯卡，这车也是就赛车味儿特别浓，说实话我觉得不是特美，也是那年代那种圆圆的那种风格。对了啊，1980年的法拉利308 GTB， 法拉利的中置车。进入80年代前期的作品，太美了。1987年的法拉利塔斯罗莎，从小看着这车长大的，北京有这么一辆啊，经常能见到。当时太美了，巨宽的车身，梳子一样的侧面的进气口，这是奠定我心目中法拉利最初印象的就是这车，太漂亮了。今天看起来依然是那么有气场，那么高不可攀。太漂亮了！哎呀，这是法拉利430 SE，2009年的，也是430最帅的版本。这个屋也特别厉害，这屋是一个设计师名人堂，它展示了这个优秀的、伟大的汽车设计师和他的作品。大家看，熟吗？克里斯班狗，然后他的作品。阿尔法罗密欧和欧宝，宝马的老的6系，还有菲亚特酷配，都是班狗的作品，还有160的5系，马塞罗甘蒂尼，这个兰博基尼的缪拉，康塔什，阿罗，他做的什么？高尔夫1代。乔治亚罗的作品，然后还有这个是一阿尔法罗密欧的老车，也是他的作品。这是他的手稿。这展示方式真是太帅了啊！他最想设计的车雪铁龙 DS， 我发现无数的设计师在这个位置都放一个 DS， 看，这位也是放一个 DS， 看来雪铁龙 DS 真是太成功了啊！这位也是放一个 DS 敞篷，看来雪铁龙 DS 是每个设计师心中最想设计的车。这儿也是，我的天哪！甘蒂尼最想设计的车也是 DS。这是小乔治亚罗，福特野马，盖拉多是他设计的。这是他的一概念车作品，这是他最成功的作品，这是他最想设计车，还是雪铁龙 DS。DS 真是太厉害了。这就是今天带大家一起逛的都灵国家汽车博物馆。才疏学浅，提前也没做准备，所以很多东西都是看着牌儿，根据我之前那点印象啊，大概给大家解读了一下。如果大家有机会来都灵的话，一定要到这博物馆看看，真太棒了。这博物馆1930几年就开始构思啊，就开始收集展品，到60年代在菲亚特的资助下建立起来。咱们现在见到的这个馆是2011年重建之后的，有19000多平米，400多辆车，目前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博物馆之一。关键是它的展陈设计真的非常棒，不愧是都灵这个设计之都的博物馆。感谢大家的收看节目时长比较长，能看到这儿的朋友都是真爱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期待后面能带大家一起逛世界各地更多的汽车博物馆。谢谢，咱们下期再见。